赵医生跟安迪把我转院到这儿了，他们把我骗过来的。然后我自己过来了，但是应勤没转过来，我就跟安迪姐说，我说你能不能把应勤转过来？但是安迪姐她就不听我的，她就说她忙，没说2句她就不理我了。然后我问关关，关关说她也不清楚，晚上过来再跟我说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就关机了，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你。樊姐，我现在可担心应勤了。慢点说，慢点说好吗？我现在特别担心应勤，樊姐，怎么办呀？他们一帮人围着应勤，他一定会被那些人折磨死的。他是为了我才进医院的，他为了我被别人打呀。那我现在进医院了，我转到这儿，他还在那边呢。你说这什么事儿啊？我不能不管他呀，咱得救救应勤，是不是啊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是我们不想帮他。我今天早上还去看过了呢，几个大汉围着他，知道吗？你说我们几个女的是打得过他们呀，还是打得死他们呀？啊？别说让他转院了，就是想靠近他都很难。是，我知道。但咱俩分析分析这事儿啊，看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。我跟应勤，我们2个，那些人先想打我，他们不想打应勤，但应勤为了保护我被打了，被打进医院了，是不是？结果我现在自己我转到这边我安全了，他在那边留着呢。咱做人不能这么做呀，咱得救救他呀，樊姐，别人都不救，你能不能帮我救救他呀？你是我樊姐呀。我怎么救他呀？安迪和赵医生联手都想不出办法救他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呀？行了，你踏踏实实在这待着，我去楼下的那个食堂给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。樊姐，要不然你再把我转回去吧，最起码我回去还能陪陪他，帮他分担一半的负担嘛。你再这么说，我生气了啊！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大家不帮你吗？再说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你能被打成这样吗？不是，樊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没那个意思，你们都很帮我，我就是担心应勤，我很担心他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傻孩子，你不担心他好吗？那家人围着应勤，是因为想让应勤做他们的女婿，不是真的想为难他。你不用担心，你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，好吗？自己还这样呢，还替别人考虑。听话，躺下。我听话。樊姐，我想吃煲仔饭。乖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应勤怎么办？哎呀！终于收拾好了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帮小秋搬家呀。我们回到以前的老地方去，跟殷勤一起受罪。正好啊，我这2位客户很愿意帮我扮美女。搬什么搬呀？这不是住的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这么晚了搬到医院去，谁给你办手续啊？没关系啊，打个电话给赵医生，让他安排。今天啊，无论如何要让这对苦命鸳鸯滚到一块儿去啊。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是在商量救应勤的事吗？那种向女孩子求救的软骨头，救她干嘛呀？不是他求救的，是他妈妈写的纸条。那就更无耻了。你转这么久了，他都没来看过你，现在出事儿了，这要向你求救了，让你去做炮灰呢。你还好跟他分手了。我告诉你，邱莹莹，这种人以后要是做你婆婆呀，你分分钟想寻死。不是，他是为了救我才进的医院，他如果不救我的话，他不会进医院的。小曲，你帮帮忙救救他行不行啊？拜托了。不救，要是没有他，你还不至于挨打呢。小曲啊，你说他是为了我才进的医院，他现在旁边围着好多个人，万一把他折磨死了怎么办呀？你平时人脉多，你主意也多，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行不行？能不能让你这2位黑人大哥也帮帮忙，看能不能救救应勤什么的，行吗？邱莹莹，我不负责帮你救殷勤，我只负责帮你搬回去。你想犯傻跟他一起受罪可以，但是你想逼我犯傻，对不起，我不乐意。小许，你就帮帮忙吧，实在不行你给赵医生打个电话，我喊上谢峰他们。不能打，这种事情绝不能把赵医生拉扯进来。樊姐，要
要不要给安迪姐打个电话？安迪姐有赵医生的电话。别胡闹啊！能不能别让你这2位黑人大哥站这儿了？我有点害怕。赵医生的电话我可以给你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支持，我也不帮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说不好听点啊，应勤死不了，那家人还等着应勤赶紧养好伤、结婚、养家糊口呢，怎么可能杀鸡取卵啊？这是一个理由，但是我纯粹不想帮忙。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荒唐了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你说小蚯蚓苦苦哀求，我怎么能说不呢？而且现在小曲又过来捣乱，带着2个黑人，现在非要把小蚯蚓送回去。他冲我笑。你让小曲接电话。哦。小曲，安迪。安迪呀，我正打算搬人呢，你不用劝我啊。我是帮你省钱呢。你要是不把蚯蚓也搬回去，我还就天天哭，他天天哭他就好不了，他好不了他就出不了院。你每天交着住院费，以蚯蚓这点工资得还到猴年马月去了。小邱是我的朋友，这点钱我认。但是以应勤和应家的态度，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再有任何的牵连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再胡闹。闹？我哪有胡闹啊？蚯蚓不让着回去吗？我得让他称心如意呀。我看呀，以蚯蚓这种死心眼儿，要不回去再挨一顿揍，他是清醒不了的。你别这样啊！我告诉你，昨天我还跟赵医生提起过你呢。你跟赵医生说我什么呀？说你的好话呀。把电话给樊小妹。不用，你威胁有效，我走人。Sorry, the plan is cancelled. Let's go. 吓死我了！安迪不同意，小曲也走了，我也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。这个事情咱们从长计议，好吗？樊姐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好累。刚处理完我大哥闹事儿的事儿，这才回来几天呀，他又出新花样了。我还要看房子，我真的累惨了。我想回家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。樊姐，你回去好好休息吧，你都有黑眼圈了。乖，不好意思啊，吵到你了。啊，没事儿。樊姐再见，拜拜，樊姐。怎么办？会有办法的啊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赵医生，请问谁是应勤的家属啊？哦，我是他妈妈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。现在我们需要跟他家属商量一下下步的手术方案。去趟我办公室吧。啊，行。进去吧。好姑娘，好姑娘。伯母你好，我是莹莹的好朋友。认识。你们是来救我的？前2天就看到您的纸条了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们不顾莹莹的强烈要求，把她给转院了。莹莹她一醒过来就想要回来找应勤，但我们都拦着她，觉得她是不要命了。
但他还是瞒着我们一个人偷偷过来了。他也来了。所以我们才过来找您，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怎么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应勤救出来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好了。带过来了，你们先谈，我去看看小秋。我也真的是服了你，你怎么把我气死呀？啊，这么远的路啊，你一条腿就能走过来呀？你怎么那么能耐你？张医生，别动，别动。别动。莹莹她是在2位护士的严防紧盯下，一个人拖着生病的婶子偷偷跑过来的。她现在身子还很虚弱，如果您对她有任何不满，请千万不要当着她的面表现出来。要不是她拼了命的来救应勤，其实我们并不怎么认识应勤的，也不可能来救她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里面请吧。你也进去吧，这我守着。哎，应太太，我叫小曲，是小秋的朋友。我不想救你们家应勤，因为你们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就算今天转院了，明天还是得乖乖回去认人处置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家小秋死心眼儿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非要救人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只好把你请过来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这人到底要怎么救。你手里有多少资源，摆出来。我们这边有医生，有车，必要的话，人手也是管够的。你们谁有手机借我用一下？我打电话到老家去叫人，他们有人，我们也有人呢。他们把我和应勤的手机收了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怕我回家叫人嘛。应太太，难不成你是想叫一拨人过来，两边打一架？那可是违法的。还是说花钱让人看着，看谁先看不住？我想提醒你一下，应太太，人家那边可是黄花大闺女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，肯定会砸锅卖铁跟你奉陪到底的。否定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干嘛呀？你对应伯母说话客气点。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。谈判我试过了，不行的。没有谈不好的判，只有没有技巧的谈。关键是啊，还得看这件事情您到底想怎么处理。小曲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是啊，曲小姐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能救我们家应勤？没有办法，我在瞎掺和什么呀？对吧？打架又轮不上我。但是应太太，你请我们帮忙，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我忘什么了？我是小秋的朋友，我今天来呀，是救小秋的男朋友应勤，而不是救你的儿子应勤。你商量一下，要不要认我们家小秋做儿媳妇儿？你要是不认的话，那对不起了，白白请回，出门右转不送。哎，我又不认识你。有事儿啊，还请你找警察。小曲，你那瞎说什么呢？我跟应勤都分手了，别说。就是。人家应太太来了，连门都不进，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，你在那瞎请哄什么呀？看到我的份上行吗？别说了，行不行？闭嘴！我出钱出力的，不明不白的事我可不干。应太太，
您一句话，只要你认，我立刻出马。小许，行了，你闭嘴！啊，你满大街随便抓一个人我都管啊！我吃饱撑的，我闲的没事干呀。殷太太。那好吧，我表个态，你们说，人是不是要讲点原则？没错，我向你求救过，但是如果让我牺牲我的原则才能救我们家儿子应勤，对不起，我选择放弃，因为我不需要那种不讲原则、没有道德的姑娘，不要。应太太，小秋不是这样的人。谢谢你，赵医生，我要回病房了。殷太太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我救人心切，但是你要是看不上小秋，我觉得你没有道理。你都没有亲眼见过你们家殷勤跟小秋在一起，是他们是曾经分手过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殷勤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小秋？他醒了以后，为什么会一直嚷嚷着要跟小秋复合呢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是不要妨碍孩子们自由恋爱了好吗？应勤说要跟我复合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樊大姐瞒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像现在这样犯傻。小秋，你朋友没有跟你说清楚，很好。我是应勤的妈妈，我代表我们全家坚决的反对你和应勤在一起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应家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家。我想找的儿媳妇是奔一辈子去的，一辈子很长，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，会遇到很多的诱惑。我不需要我的儿媳妇，家境怎么好，人怎么漂亮，我就想我儿子能找一个能过一辈子的，那种什么，听到几句甜言蜜语啊，收到点花衣服呀、包包啊，就丢掉廉耻的姑娘，我不要。你说话可是要过脑子的呀，小心，我告你诽谤。我怎么丢掉廉耻了？你的那些丑事，难道还让我放到太阳底下去说吗？我干什么丑事了？莹莹，明明是你儿子先找我们家莹莹，一会儿说是朋友，一会儿说是老乡的。我们家莹莹是天底下心肠最好的姑娘。我儿子的问题，我可以管他，我可以骂他，他也用不着嘛，仗着自己漂亮，哭哭啼啼装可怜。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们家不要。好，就当我们家邱莹莹是个坏姑娘，但是我就想请问你一句，你既然这么看不上她，那你为什么要写纸条向她求救呀？我回房间。你还好意思说她不要脸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整个屋子里就你最不要脸。没家教的东西，你敢这么对长辈说话？那你敢这么对欺负你那儿子那泼妇说话吗？你不敢，你只敢欺负我们家邱莹莹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家邱莹莹有家教，她不动手打人，你就欺软怕硬。你看不上她，你还趴在她身上把每一寸皮肤都扒下来，每一滴血就喝进去。你利用完她了，还要往她身上吐一口口水。我告诉你，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我说你儿子早日娶了那个把你儿子逮成残废那泼妇，活该！活该！活该！行了。好了，莹莹，别哭了啊，咱们不欠他的，咱们回自己的医院啊。哭什么哭啊？人家骂你就不知道骂回去，嘴长在身上干嘛的呀？你们把邱莹莹送回医院吧，我要出去吃饭了，我好饿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邱老二，你放心，你帮的忙我都记着呢，我不会忘。走的时候帮我拉上门。干嘛呀？你带我去哪儿啊？哎，菲利呀！救
樊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应勤想跟我复合？我不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受伤害。应勤他不够尊重你，他家人更是。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，我甚至为了挽留他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情。可是不管你怎么放低自己，你怎么去迎合他，去迁就他都没有用。他不够爱你，不够尊重你，你们俩是成不了的。我是不是特别差劲？我是不是都没有资格让别人爱上我呀？怎么会呢，莹莹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是应勤的妈妈刚才说了不好听的话，可那是因为她不了解你。你看，应勤他之前也很决绝呀，但是他现在不也知道你的好了吗？我刚才有一刻特别想去找应勤，但是我又害怕了。我连问他的勇气都没有，我怕他跟他妈说的话一样，我不敢去找他。傻孩子，其实应勤这个孩子，他应该不坏，他只是太死板了，他缺乏勇气。我同意，应勤他是真的喜欢你，只是他不敢违背父母的心意。关关、樊姐，我想让你们帮我一个忙，你们帮我问问应勤同事他爸爸的电话，我想做个了断。